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金融科技洞见。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有一次误用了外资从 Kraken 就是海鸥交易所向外资转账。我知道这个事情是违规的，后面我通过艰难的努力，使得这一次违规操作彻底被化解了。我把整个违规操作的过程给大家展示出来，然后也让大家知道，碰到自己意识到出了错误的处理之后，如何向外资以及 Kraken 这些客服进行联系。事情的起源是我把海鸥交易所 Kraken 上的 ACH 连接到外资之后，我在网上查到外资不能向 Kraken 交易所进行转账，这个时候我的头皮就发麻了，因为我不想通过这一次错误的操作来失去外资这个账户，那我就需要去挽救，争取在事情没有促成的时候，把这一次违规操作消磨掉。为什么外资以及 Kraken 之间不能转账？最开始我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的，我以为 Kraken 通过 ACH 连接到外资之后，外资就能向 Kraken 转账。但是后来我在油管去不断的去查完之后，发现有人通过外资向虚拟货币交易所进行转账，转账完了之后，账户被封掉，被警告，而且这种账户不能再开了。有人在说，为啥我转账没出问题啊？但是作为银行机构来说，也许最开始的一笔转账他们不会引起注意，但是一般是过一段时间有一个检查，如果检查的时候发现账户存在违规行为，就会被警告，甚至会注销账户的。这个问题很严重。当时我就查到这些内容之后，头皮开始发麻，身上开始流冷汗，想办法怎么解决。但是这笔交易已经触发了，我从外资向 Kraken 转账了$1，那这个时候我需要同时联系 Kraken 和外资的双方去处理这个事情。当然，所有的邮件我都是用英文去沟通的。为了方便大家理解邮件的意思，我在下面添加了中文翻译。首先，这个事情是我知道自己做了违规的事情，怎么去跟双方的客服去处理，避免这种违规的事情被上报成更严重的等级。我最开始就在苦思冥想该如何去做。首先在 Kraken 这一边，我这边第一个事情是 Kraken 解决了我的美国那边的 ACH 账户验证的这个问题，然后正是由于我可以用 ACH，所以我第二步想外资可不可以转账，结果转账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转账是违规的，所以这一部分我跟 Kraken 的联系是这样。当然这儿的翻译有问题啊，看看就好。我需要撤销 ACH 转账，
通过外置的这一部分转账，现在是我的转账截图，我这个时候已经查出来，在外置这一边账户付款不一致，因为这个事情我是通过在网上查已经查出来了，也就是在外置这一边，他明确的说我们不能接受的转换类型，不能接收加密货币的支付转账，但是我们可以从 Kraken 欧盟监管的账户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把账接收到外置账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然后就是 Kraken 它是受英国和欧盟监管的，所以说 Kraken 的钱是能够汇到外置账户上去的，但是外置账户的钱它是不能转到 Kraken 去的，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，所以我在这儿是引用了这个链接去解释这个问题，不能接受现金支票或者任何加密货币。所以，就是由于外资的这个规定，我从 Kraken 这一边请求能够去撤销我的这一笔转账，但是 Kraken 这一边客服非常友好，他们周六还有客服在上班，看了一下，他们没办法确认会收到这个存款，也就是由于 ACH 的存款还有几天时间嘛，所以他们。我意识到周末的时候，ACH 是没有付你这个存款的。这一点，因为 Kraken 跟 ACH 是通过 Play 的这个中间商，这个对写的这个中间商提供的 ACH 连接服务，我想请 Kraken 这一边帮忙把这个连接服务彻底的取消掉。因为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，如果 Kraken 这边能够取消掉$1的这个转账的话，那么外资那边是不能触发的。所以这时候 Kraken 这边给我的回复就是说，让我来确认是通过这儿应该是第三方，不是第三次，第三方的 ACH 付款，然后在今天账户2次存款还是来自于外资。我这边确认是Kraken 转的$1，但是外资不允许转到加密货币。我给他也在说，由于这次转移，我的外资账户可能会被关闭。如果进行另一次转账，即便提取资金，外资账户也能关闭。这一部分是我多虑了，就让 Kraken 帮忙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个时候 Kraken 已经给我说清楚了，他没办法在这个阶段取消，只能等建议系统解除7天的提款冻结，然后去撤回。那就没办法，就 Kraken 这一边就完全没办法了。后面我还向他再补充，就是因为我查到他中间仓的那个 Play 的有一些信息，所以我这个时候在请求 Kraken 能够帮我来撤销这些信息嘛。Kraken 的意思就是说已经收到这些请求，转发给相关的团队，这个是 Kraken 这边的事情。同时外资这一边我没有选择，外资这一边的话大概是中午的时候，当然首先很抱歉嘛，就是面临着外资账户的一个问题。我首先就很坦诚，就是在美国注册的那个 Kraken，但是通过外资账户向 Kraken 发起了 ACH 存款，用 ACH 跟 Kraken 转了$1，然后我把转账的这一个截图发上来了。我已经说到这笔交易现在已经启动了，
外资账户这一边已经连接到 Play 了，Play 这边是有 Kraken 的。我的当时的担心很简单，就是外资那一边在我的账户中间查到 Kraken 相应的信息，并且转账之后，他们觉得我会通过外资向加密货币交易所转账的资金，但是这一条消息我当时转账的时候没有看到，只是转账过后才看到，就很头痛了。这个时候我向外资要解释，这笔交易现在还没有出现在外资账户中间，我让他帮我确认这次操作是否是不违法的。我自己也清楚这个条款，然后把这个条款的细节给外资说清楚了。就这一部分的内容，实际上是我跟 Kraken 说的是一模一样的。Kraken 这一边，我是不知道是不是违规了，所以问他们用 Plata 平台通过 ACH 资金将外资转移到 Kraken 是否符合外资的政策，然后使用 Plata 平台通过 ACH 资金向 Kraken 转移到外资是否合规。如果说 ACH 通过 Plata 将来涉及的加密货币相关的交易，应该如何去处理？这个是 Kraken 这边的问题。就是 Kraken 转账互相转账之间的问题，我向外资去问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自己的态度，这个一定很重要的，就是我是外资用户，并且谨慎使用外资，担心任何失误导致账户被关闭，所以我不想让外资关闭我的账户。这个时候我已经把 Kraken 从我的账户中间删掉了，因为大家看到最开始的这个 Kraken 这边还是通过 Play 的连接的，连接完了之后这一部分已经删掉了。这个是我最开始跟外资发的消息，这个消息可以说很明确了，把我现在碰到的问题，以及想让外资给我解决或者明确的一些事情，全部都说清楚了。我自己这边也保证以后会更加小心的使用外资账户。外资这一边现在给我的消息就是找不到转账，让我去把截图发给他们。我把 Kraken 这边的截图发给他们了，以及 ACH 转账的截图，这两个截图都是来自于我 Kraken 这一边的。然后还继续补充了之前我把那个账户撤销的这个动作。然后外资客服这个时候跟我说，他还是没有看到这笔交易。这个时候我想我的主动联系已经起作用了，主动联系会让外资客服觉得你是在非常坦诚的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他这个时候跟我说，如果我们将来收到 Kraken 的交易，如果违反我们的规定的话，我们会通知你，并且不会立即关闭你的账户。他说了这一步，我放心了，因为这个问题起因在我，而且我察觉了这个问题，向 Kraken 向外资做了沟通，然后外资这一边他不会关闭我的账户。我可以给他做后续的一些处理，然后外资不再与 Kraken 关联的话，就不与 Kraken 共享数据了。他给了我一个链接，这个链接就是这一个链接，也就是表明我不能用给了这个链接，就表明外资不能转账到加密货币交易所。我这个时候当然要感谢他的理解和支持。
我也说这时候是周末 SH 转账未完成，尽力联系 Kraken 取消这笔交易。如果 Kraken 先取消这笔交易，我也会尽快向您同步这个情况，并且关闭这个 ticket，或者这儿理解为订单，订单比较好，这儿它的翻译有问题。如果说我也给他解释，如果说这个订单出现在我的外资账户中间，请通知我一下如何处理。我仍然表明态度，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，我将真诚的配合外资来解决这一切的麻烦，直到问题彻底解决。我也保证以后会怎么样。我实际上向外资说的是这个态度。现在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如果问题会发生，我该如何配合你们来解决？这个问题解决之后，后面我会如何更好的使用外资？相当于还是比较决心嘛。然后外资这一边还是对我非常友好，他说如果付款收到的话，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。这个时候我放心了。我明确的消息就是在 Kraken 这一边，他没办法处理这笔付款，但是外资这一边没看到这笔付款，那也就是说 ACH 中间连接的那个消息我已经都删掉了，也就是周末的时候打了一个时间差，运气还好。到21号的时候 ，Kraken 主动通知我，就是通过 Playder 进行的 ACH 转账已经被取消，这个交易不会从 Kraken 这边处理，账户银行也不会被扣款。由于我主动取消了外资这边的 ACH 连接，导致这笔交易在通过 ACH 转账的时候，它没办法去扣除，所以这笔转账就没办法完成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在 Kraken 这一边，由于账户的共享出了问题，主动取消了这笔交易。我还是得感谢这个客服，然后说我会更加谨慎、更加规范的使用 Kraken 的服务。最后，客服也还很友好，给了我一个礼貌性的回答。那这个时候，我要跟外资说明这个事情，所以我马上把这个结果拿过来发给外资，然后我说我是从 Kraken 方面得到这笔交易的一个好的消息。我还把这个截图传过来，这个截图就是我通过 Kraken 来与外资关联 ACH 交易的时候，这一笔已经 failed 了。然后外资的客服说，非常感谢分享，他还把 This are great news 说明这是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希望您不再遇到这种情况。同时也提醒我仔细检查现在外资账户上关联的账户所有信息，防止此类问题再产生。他还怕我在 Kraken 关联的 ACH 账户那儿没有被删掉，还专门给我发了这个消息，就是如何去添加或删除关联的银行账户。我当然是感谢嘛，以后会认真检查之后再使用外资。那这个事情进行到这一步，实际上外资这一边没有真实的扣款，而是这笔交易在 ACH 转账的时候就出了问题，最终取消掉了。我特别感谢，由于外资这一边没有收到这一笔付款，这笔交易没有产生，没有触发外资更高级别的风险控制，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。在客服这一边已经协助我的解决掉了，没有到
关账户通知的这个阶段，这个事情算是圆满完成了。因为在网上有许多人就是跟加密货币交易所去入金，导致外资账户被关闭。但我刚好是第一次无操作的时候入金，发现出了问题，把这笔交易关停了。也刚好是周末的时候嘛，ACH 转账出了问题，然后我跟双方的去协商，我自己关闭账户，从而最终这笔交易没有正确的完成。那这个事情就这么解决了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之后外资和 Kraken 双方是怎么说的。这个是外资这一边的情况，这边情况就是不能使用加密货币支付转账，这个是外资的硬性规定，这个一定不能违反，违反了之后就可能第一次提醒，第二次关户。然后关于收钱的这个问题，就是只要在该平台在欧盟或者英国受到监管，那说明 Kraken 向外资转钱是可以的。其他的关于加密货币交易所一定要谨慎。然后 Kraken 这边的信息，我当时就是看到美元跟 Kraken 之间来回转账，所以才转账的。结果转完之后，后来我在 Kraken 这边查到这个消息了，就是以下是不允许向 Kraken 和其他加密货币交易所存款或者取款的银行列表。如果想在 Kraken 上取入或提取现金，则需要使用不在此列表的银行。首先，传统的银行包括拉脱维亚希腊国家银行、阿卡班葡萄牙的储蓄银行、阿尔法银行，这个是不被允许的。现在金融科技相关的银行，外资是完全不允许的。外资它是允许提款到你名下唯一的银行账户。双方都证明，外资那边说我不能向 Kraken 转款，但是 Kraken 可以向我发送款。然后 Kraken 这边也说，外资向 Kraken 存款不被允许，但是 Kraken 向外资转款是允许的。还有另外了，就是比较火的 Fair 啊、Revolut 啊，还有 Ubank 这几个都不能转，这个是 Kraken 的限制啊。如果是说需要转账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这一篇文章的说法。后面也说了，绝大多数银行都会处理我们的交易所的转账。现在估计还有一个就是英国的 iFast，好像是不能向加密货币交易所转账，这一点千万要注意。那今天就是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整个的过程，以及外资和 Kraken 相关的规定给大家呈现出来了。这个事情算是结束了。在这个事情结束之后，我做一下总结。关于 Kraken 和外资这一些账户的使用，一定要遵从他们的规范，尽量的在网上多查一些资料之后，通过看油管啊、看网上的一些文章，然后再去操作，规避一些风险。如果是说自己做了不合规的操作，一定要主动联系，主动说明，尽量的把这个事情解决好。因为外资的这一种转账的系统确实是全球最好用的。如果自己的外资账户被关闭之后，很难再开出另外一个外资相关的账户了。跟客服沟通的时候，一定要详尽的沟通我现在遇到的问题，我希望如何解决问题，中间
我将如何配合这个问题。如果对方答应配合来解决的话，自己一定要表决心，一定会积极妥善的处理这个问题，并且以后会合规的使用。在发邮件的过程中间，要把每一个步骤、每一个细节都写得详详细细的，用英文写好，然后跟客服之间做一个非常清晰明确的沟通。在我沟通的同时，我发现外资和 Kraken 双方的客服的态度都比较友好，都能够及时的解决问题。最后 Kraken 这边收到了转账失败的交易之后，他主动给我发这个消息，让我知道这笔交易失败了。但是我把这个交易失败的消息，同步给外资客服，外资客服那一边只是强调了合规的使用，同时也还在鼓励我更好的使用外资，结果都很圆满。也希望大家能从我的这一次沟通之中获得一些方法或者灵感，也祝愿大家以后越来越合规的、安全的使用这些平台。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内容就是这些，谢谢大家观看。